谓鲜衣怒马少年郎，我知服这4位男星。吴磊确实是一位值得称道的老戏骨。小时候，他为了拍戏，甚至能光着屁股骑马、剃头，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。只有吴磊扮演的将军，方可称之为朝气蓬勃的少年郎。有的男明星演将军骑马时，与现实中将领的风采相比，显得相形见绌。就算马是个假的，腰部也显得不够挺直。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他是停在超市门口的摇摇车，这样的效果并非只有吴磊能够演出。今天要介绍的几位演员都属于戏剧界中备受尊敬的资深演员。导演无论拍摄何种高难度动作，都要求使用替身。然而，吴磊能够毫不费力地完成任务。赵露思为什么会再次在片场中发出尖叫声？乐声沧海中，吴磊扮演的凌不易是一个既深情又绝情的角色。这个角色非常考验演员的能力，看他们是否能够驾驭得好。这个角色之所以被诠释得如此出色，完全归功于吴磊对他的重视。凌不易给观众呈现了最佳的表演。他对袅袅的态度非常深情温柔。在拍摄弑父这一场戏时，他决心报仇，没有给对方任何逃生的机会。在那一瞬间，仇恨得到了彻底的报复，失去一切的痛楚被完全展现出来。要扮演这样一个多面的年轻将军，真是困难重重。吴磊的努力可谓有目共睹，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，不仅需要他出色的演技，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能力。我们更加需要思考，如何才能在外貌上完美的符合角色的要求呢？演员吴磊不仅能够更好地诠释角色中的少年氛围，而且还展现了出色的马术技巧。他能够亲自完成高难度的将军角色动作，就像剧中的一个场景一样，有一个瞬间发生的动作，吴磊当场轻松完成，让导演原本计划要让替身上场的事情变得多余了。片场的人们感到难以置信。吴磊在这部剧中几乎毫不费力地完成了所有任务，没有使用到假马和替身。许多大前辈在骑马方面被年少时的他超越了。在《梦华录》这部和《乐声沧海》一同热播的剧集中，陈晓在面对利马时只能使用假马进行拍摄。吴磊在马术方面的造诣远不止于此，他不仅能够完美的操控马匹停下来，仍然可以完全操控马的行进。令人佩服的是，他在多次马背上将身体后仰，让人们赞叹不已，却始终能够保持对马的平静。其中引起人们震惊的片段是，当要教袅袅骑马时，凌不易想要出马，赵露思以为自己搅动了马匹，但吴磊却轻松地御使着马匹开始奔跑，在恐惧中发出尖叫，并哭泣不止。为了演好《长歌行》这部剧，吴磊做出了种种努力，甚至花上了整整4个月时间进行健身训练。他在《长歌行》中描写了一个片段，他迈开大步，一脚登上树枝，瞬间坐上了马背。他的动作流畅而灵活，展现出十足的霸气。这个片段至今仍然会在人们的脑海里浮现。然而，在这部剧中，还有几句非常经典的台词：假如我能够存活下来，我愿意与我深爱的女人共度余生安宁平静的日子。但是，若是国家需要我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奉献自己的生命。观众们将永远铭记这句话。吴磊不仅长相帅气，而且演技出众。他所扮演的将军可以说是鲜有人能够胜过。一些演员甚至还在背诵台词时，易烊千玺积极尝试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。凭借自身的才华，易烊千玺成功证明了小鲜肉也能出色的演绎角色。湖南是易烊千玺2000年出生的地方。从小起，易烊千玺就对书法情有独钟，展现出了多才多艺的天赋。从5岁开始，便开始培养跳舞的技能。
加入了 TFBOYS 组合的年份是2013年。随后，我也迈入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在 TFBOYS 走红之后，也积累了许多荣誉。中央戏剧学院迎接着他，以他优异的成绩考入成功。他在2015年为法国动画片《小王子》声演《小王子》电影的配音，赢得了众人的赞赏。易烊千玺在2019年出演了电影《少年的你》。易烊千玺的首次出演之作，在上映后迅速突破了1亿的票房纪录。凭借这部电影，也获得了奖项。他接着出演了《长安12时辰》和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，这2部作品也都大受欢迎。可以说他在演艺道路上一帆风顺。他接着出演了《长津湖》，展示出了另一个不同的一面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或者，紧接着他参演了《长津湖》，向观众展示了他的另一面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在电影《满江红》中，由导演张艺谋执导，易烊千玺在电影中的出色表演令许多观众欢呼不已，以轻松的姿态完胜众多明星。他在《满江红》中展现了与之前参演的角色完全不同的一面。在剧中，他的眼神凶恶而邪恶，以至于让观众感到毛骨悚然，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。易烊千玺绝对是一位实力派演员，与那些缺乏演技的年轻艺人相比毫不逊色。他在这部电影中饰演了文部家汉的孙军。为了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更出色，他勇敢地尝试了贴胡须和刀疤的妆容。这个角色在电影中的形象与之前完全不同。在导演张艺谋的指导下，易烊千玺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表演才华。在电影中，角色的动作不仅流畅灵活，而且干净利索，甚至连眼神中都流露出了凶狠的气息，展现出了一份潇洒的态度。所有人都被易烊千玺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所震撼，那意思是就给他一匹马。我说就给他一匹马。易烊千玺在扮演这个将军角色时，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华。他具备多种才能，擅长骑马、射击、拳击以及冲浪技巧。他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，拥有国家2级运动员的资格。在封神训练营的训练中，他在各个能力科目上取得了全优的成绩。他可不是普通的小鲜肉能够媲美的。于是在拍摄《封神》第1部时，并不具备专业表演的背景。他并非一个全职职业篮球运动员，而是一个半职业的球员。直到有一次，他参与了一条篮球广告的拍摄，他备受重视，备受酷爱的对象是《封神》第1部的导演。后来，导演就向他发出了邀请，于是当时非常热衷于演艺事业，因此立即被激发了内心的激情。当拍摄《封神》第1部时，他在电影中展现出了各种高难度动作的能力，他成功完成了电影中的各种高难度动作。他以出色的表现完成了电影中的各种高难度动作。他在电影拍摄过程中顺利地完成了各种高难度动作，成为了真正的战士，身份属于古代。在片场中，有一个高难度的动作需要从城墙跳下来并接住剑。他能够完美地执行这个动作，他的动作非常准确无误，他做这个动作非常熟练，他对这个动作的掌握十分精准，他的动作执行得非常到位。观众们惊讶地看到他在马上回头射箭的表演，然而在这背后，他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。在拍摄过程中，导演警告说危险系数极为惊人，稍有疏忽就会令人摔个四脚朝天。导演要求让替身上场，然而他的请求遭到了替身的拒绝。他经过多番努力，终于取得了成功。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动作，因此成为了一名骑射手。他在那之后还积极参加了专业的骑射比赛。他与片中的其他龙套演员一样，成功展现了真正培养出来的将军气势。然而，
当今的演员们都无法真正展现骑马技艺。于是，在这部戏中，从一开始到结束，都依靠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各种高难度的动作。他的敬业精神实在值得称赞，并且他出色地诠释了将军的形象，因此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。一提起高马尾的少年将军，便会联想到刘昊然。刘昊然还涉足了无数作品的演出。他在《最好的我们》这部作品中扮演一个年轻稚嫩的男孩角色，欧阳娜娜害羞地与对方牵起了手，这个画面深深地烙印在观众们的脑海里，无法被遗忘。该剧在播出后获得了顺利的奖项。他在后来的每一部戏中都不断尝试着扮演不同的角色。刘昊然在电影《建军大业》中展现出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。在舞台剧中的表演获得了许多观众的赞扬和欣赏。太赞了！刘昊然在《琅琊榜之风·启长林》中饰演的萧平京真是令人惊叹。他在兄长和老爸的庇护下，展现出了明亮少年的风采。是否仍然钟情于围绕着女孩子转悠，而且总是无法抑制自己去逗弄她呢？随着哥哥的英勇献身和老爸的辞世，萧平京仿佛经历了一次人生转变。北境最杰出的年轻将军，乃是一位曾在江湖行走的侠客，承担了保卫家国和守护长林军的重要责任。后来，他不仅变得稳重成熟，还带领着各地的军队来到京城救援皇帝。在拍摄这部剧之前，刘昊然尚未有机会真正体验过马背的乐趣。经过不断的学习，他成功地掌握了马技，从以前的无经验到动作熟练、干净利索。刘昊然的天赋是不可否认的。他在剧中展现出了英勇威武的形象，他领导各地军队时的表演技巧令人惊叹。观众们纷纷称赞刘昊然帅得让人直呼过瘾。有些人凭借着与将军的关系来获得晋升，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无法胜任这种角色的真正能力。他们所扮演的形象与一位伟大的将军相去甚远，更像是一个卑微而平凡的人。观众们只能无奈地摇摇头，因为不是谁都能胜任少年将军的角色。这4位演员将将军这个角色展现得非常出色，不仅能够出色地诠释角色，然而人们对这4位的不懈努力深感佩服。这4位的演技甚至媲美了前辈们。希望那些想依仗将军来取得权位的人能够对自己有所认知。这4位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大爱，甚至他们的事业也不断蓬勃发展。让我们也迫不及待地期待他们4位接下来的作品吧。